数量这个事情哈，数量这件事情就比较单纯一点了，它其实就是单纯的讲数量，但是大家最容易会需要的东西，通常是开关、超完跟灯具这两个事情，这两个东西最有感受，然后过来就是瓷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量这个内容。在讲数量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一般来讲数量会在哪边可以出现这比较完整的内容。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在明细表这边，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开关插座的明细表的。好，你看明细表在这边，那我们在这边去开一个明细表。我们开一下我们刚刚说的天气的装置嘛，哈，那这边就是开关插座明细表。好，那我们将数量是一定要的嘛，哈，族群类型，我们可以把族群类型这边就可以稍微分开去看，然后再将这个描述把它打开，那成本也可以把它叫开。这个成本比较尴尬一点，因为这个每个东西单价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往往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以数量为主，把清单丢给这个厂商去做。如果你要把每个单价成本输入进去，对大家来说是相当辛苦的，因为一个案子的开关插座，我觉得以试装的角度来讲，了不起10万块以下，对大家来算这个东西的这个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不太建议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数量跟清单是蛮重要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先抓。好，你可以看到这边，你刚刚所写的这个内容都出来了，也就是说你的族群类型跟描述都会出来。那么你的描述就会变得蛮重要的，因为你的描述跟你的这个类型，其实族群类型是不用把它特别拉一样的东西啊，你可以将一个栏位把它隐藏起来，就单纯做一边就好了。那数量，好，那有些成本有写，有些成本没有写，像这个成本就可以写，你可以写总价，但如果你真的知道价格的话，你可以写总价。好，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是可以不用这样做的。但我今天要去跟大家讲下一个事情，就是，你怎么去做排序的事情。来，你可以看到这地方的栏位，在排序这边其实是可以分这个类型去做排序的。所以你像类型排序排出来，你就看到，其实如果你有把名称写对 Glatima 的 Resna 它就会被分开。好，那认真来说，这个开关插座明细表，我们应该会分一个内容，就是说我可能会这样做，因为价格会有落差嘛，所以我可能会这边会写一个，这个是 Resna， 而这个一个是专门写 Glatima。好，这样子，那你看在 Glatima 这边，你在筛选的时候，因为描述是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将描述这个地方写包含，注意哦，如果你写大写，你就要跟着大写哦，不然它会出不来东西哦，它就会出现单纯只有 Glatima。OK，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那这边 Resna 这一个，如果它是有小写的，你的栏位的筛选一样，描述就写包含，大小写都要相同。它就会出现这样的内容。好，那因为像瑞士厂都没有写成本嘛，就是只有写数量而已，所以比较单纯。那你看数量它会跟你总计37，而这个数量它会总计是20个。那这个数量呢，它其实是讲你现在所捞出来的这个数量，而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不太相同的。因为你看，你如果今天是要讲清单的这个状态，你的开关插座其实还是会分开的，所以你在分这个类型的时候，你看哦，我们继续来去说这个排序。现在是用类型去排序，对不对？你还可以用描述去排序。我看到描述排序的时候，它就会分得比较清楚。那这当然也是跟你回来你这个怎么写法一样哈。假设你用网络电话，你前面你是写插座网络电话，它大概就会排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随时所去调整的。OK， 所以对于数量这件事情，它是可以算的。那当然，假设你已经有这种成本了，你当然就可以把它加总一下咯。成本把它加总，你就会出现一个价格出来。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讲是相对简单很多。不过我们还要再延伸一个小小的事情跟大家讲，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很多都一样，你看起来很乱，对不对？来，这边记得打开一下，不要详细列举每个实体，它就会出现帮你自动加总成单一个东西，所以你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比较简单的成本。
OK， 同样的道理，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不要强系列举，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然后它可以帮你加总这个内容。好，所以开关插座的目标跟重点，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要知道怎么分类，所以在这个 level 你要处理的事情是，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你做分类的动作，让你这个分类可以清清楚楚的去表示出来，然后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内容把它搞定。好，那我们来继续讲灯的事情哈。来，我们来看看灯这个部分。你看哦，这边这里面你要找一下这个灯具。好，灯具，然后我们灯具这个事情哦，它其实可以出现一些比较多的内容，比如说像光透量啊，你的描述数量，好族群，然后如果你有多楼层，你可以选楼层，它其实是真的跳得出来，蛮方便的。那你可能会有一些瓦数或者瓦数备注，你可以去写。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怎么做，然后类型。如果你需要特别强调制造商，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还有它的瓦特，我觉得瓦特不一定要写，通常不会写这个东西。然后照度很蛮重要的。还有，其实它会有个，我觉得色温也蛮重要的，所以色温这件事情其实它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成本，我相信大家不太会去算灯的成本，我也很少这样算。不过没关系，就是你们去看看有没有要做这个动作。好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这些内容。好，那我们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蛮单纯的，基本上现在这个东西没有复杂，它就是只有单纯讲这几个灯具，它没有太多复杂的内容，所以它其实可以很单纯的看到一个状态，数量跟成本都抓出来了，所以它可以直接加总。好，过来要讲个比较重头戏是讲瓷砖。好，我们讲瓷砖。瓷砖这件事情就蛮需要各位去理解一下了。你看，瓷砖在楼板的明细表上，这其实跟我们刚刚做的东西很像，可是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提到快速这个事情？我们看一下这快速怎么做的哈。你看哦，这个快速是它的算式是怎么来？它是用面积乘以1点1再除以0.18。为什么是0.18？因为现在这一块瓷砖呢，它是拉长一点，36，0.3乘0.6是0.18，所以你把面积，它这个是平数了嘛？所以如果你认真要讲这个，应该要再加个平嘛。好，这个平啊，这个平，然后它去回推这个事情，然后去用这个快速去做这个事情，它就可以回推出来。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总共用了几块瓷砖在楼板上。好，那如果你要加上价格的话，就是将成本写进去，单块的成本写进去，它就自动加总出来，你就知道说我的楼板总共要花多少钱。还是会有蛮多人需要知道它到底要多少时间导入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这个其实是一个非本科系出身的人哈，你看他其实是今年4月进来的，他是一个营造厂的行政人员，但是他的爸爸其实是以前做传统的统包的老板，他做得很好，他也很有口碑，但他爸爸退休不做了，那他的这个很多这种亲朋好友的下一代或者是介绍的人就拜托他爸出山啊，他爸就不要，就拜托他女儿，结果你看很可爱啊，他就学1个月而已，因为他需要画的东西很单纯，只需要这种很简单的这种格局图，他就1个月跟我讲说没有，他不用用脑画就可以不用太伤脑解决他以往一直以来的问题，也就1个月嘛。当然这离你们各位如果学专业的人来讲还有点远啊，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得到他可以帮助到他是最重要的事。好，第二个，你们这边也有学过1年的哈，来，那个你们学完1年本身就可以把图换成这样的，有没有？有的话按一下1，没有的话按一下2。应该就只有1位哦，你可以对不对？好，但是你看哦，因为这个建筑师事务所的人，他们本身就会用这样画，但他却不知道该怎么样进到室内去做这种细节，所以你看他们来学完这整套系统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把平力剖透跟建筑的东西把它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前期它其实比较像是在建模，但后来它其实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把它整合，而且它可以应用到后面的这个整个管理啊，还有它的资讯应用，所以它学起来之后，它其实是相当有效果的。好，那过来就是这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趋势，对不对？来，你看这个人他是在去年9月学到12月学完的一个学员，他在日本的300人事务所上班。那他到大概1月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他听说他们公司已经直接导入 BIM， 而且是本来是 ArchiCAD 转到 Revit， 然后他就开始要复习了。你看他就说公司直接要来的时候就要做，可是他们就连做6个，但重点是什么？他们的流程本身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后来用我们这个流程之后，他在建模就操作起来就很顺畅。也就是说，其实是趋势啊。如果你今天懂这个趋势，你就知道这个趋势是锐不可挡的，因为大型事务所、小型事务所都在 run 了。那如果我们还在用原来的 CAD SketchUp， 其实可能能接案子没有问题，可是你以后要系统化管理就比较不容易。然后过来，这是上课2个礼拜的设计师，他大概就是自己知道趋势，他就来上他很快速拿真实的案子 run， 马上有感触。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请你一定要记得把真实的案子拿来 run， 你不要拿假的，拿假的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你看到，其实你看这边这种架构，就是我们在教他的东西，他完全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架构。然后过来，这是2个月的设计师，2个月他 render 这个图他用 Inkscape render 很快，完全不用感觉说一定要进到 Max 或者是 V-Ray， 其实 Inkscape 就可以做得很漂亮了。那你看这个是2个月的，2个月他就整套施工图都完成了，整套，然后所有的 render， 当然他 render 没有调过，可他所有的 render 跟施工图包括细节就全部都有了，而且他可以直接进报价。然后这个是一个建筑师他同时也做室内设计师，你看他建筑也都做了嘛，然后本来架构也是像这个状态，但他进到 Revit 里面之后，直接从3D Max 进来 render 就很顺，他完全也不用再像过往一样Revit 画一套 CAD 画一套 SketchUp 画一套，然后 Max 再画一套，他真的是一个折磨。他说他做个案子真的是累得要死，累得半死，然后同时也不知道怎么接轨。那这个案子呢，会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有一些像机电的人你看他是一个建设公司的2代，因为他其实本来就是用建造图直接去做施工嘛，做这种建筑物，他们是做集合住宅。那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建造图上面的尺寸其实不准就是准归准，可是你其实那个东西没有人标他就直接去用 Revit 建这个模型，然后你看他就提供给现场，就不用再来打电话询问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比较有感觉那尤其像做一些这个金属加工或者是做这个像柜体的，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做对照的，也就是说你的平力剖透跟 3D 已经不是对不起来的状态，它是真的对得起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那最后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准备要跟各位讲的新的内容就是你们加入课程之后，在明年大概2月3月吧，大概就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你们先上会所有的这个电脑的操作，我们就会把我们刚刚教的东西整理成系统化的课程，完全让大家可以直接去上。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暴露的是一个超早鸟的课程，而这个是即将要上的这个怎么应用逻辑，包括怎么样用它，为什么用它，它怎么样沟通，然后它在管理上面有哪些事情要处理，然后它怎么样去做重点的案例，然后怎么操作，然后它有哪些资源可以去组合，然后它怎么样去做整个的架构的发展，还有它未来有什么样的 vision， 大家在这边 OK。 那我想今天就是最后跟大家讲到这里，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再跟我回答，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留言一下，我们看看怎么样跟大家解答。OK， 谢谢大家。